7月1日之后，新加坡很多人会发现一件事：明明工资没降，为什么手里能花的钱却变少了？更关键的是，不管你今年25岁、35岁还是55岁，这次 CPF 和退休制度调整都已经悄悄影响到你的财富轨迹。很多新加坡人以为法定退休年龄延到64岁，只跟快退休的老前辈有关系，年轻人根本不用管。如果你也这么想，那你的钱包可能要吃暗亏了。这其实是政府布下的一盘大棋，结合1月1日已经全面落实的8000新元公积金缴费薪资上限，这是一套针对所有年龄段的财富重组计划。大家表面上在讨论公积金政策改了什么，实际上焦虑的是手里现金不够花，以及老了到底能不能安心退休。政策天天都在微调。阿明今天不跟你读枯燥的新闻稿，我们直接切入现实，用4个真实年龄段的案例，帮你算算你的口袋在这一系列大改之后，到底是缩水了，还是悄悄变肥了。首先看20到30岁这个区间，很多底薪员工觉得顶线上调事不关己，但如果你是本地科技大厂、投行新人或者高阶销售，这波政策对你是精准打击。来看27岁的软件工程师 Kelvin， 月薪8500新元，在旧政策7400新元顶线的时候，他每个月扣除公积金后，到手现金是7020，但在全面落实8000新元顶线后，他的计算基数被迫拉高，个人要扣20%，也就是1600新元。结果就是 Kelvin 每个月到手的现金直接减少了120块，但别急着喊亏，雇主同时得多帮他交102块，里外里一算，他每个月其实多存了222新元进公积金。年轻人到底是亏还是赚？表面上看现金流变紧了，但从买房的底层逻辑来看，这笔钱进了普通账户 OA，2.5% 的利息虽然跑不过通胀，但它是 Kelvin 未来几年买祖屋、阻击房贷的硬通货。政府其实在帮你斩断消费主义，把原本可能被你喝咖啡、出国旅游飞掉的现金，强行变成了买房首付。年轻人看似现金流亏了，但在资产增值上其实赚了。不过，如果你已经过了30岁，这笔账就完全是另一种算法了。30到45岁，结婚、生娃、供楼，正是人生花钱最狠、现金流最脆弱的阶段。我们看38岁的 Sarah 和她丈夫，典型的双职工家庭，家庭月总收入15000新元，随着薪资顶线拉到8000，如果夫妻2人的月薪都超过这个数，整个家庭每月的纯现金流会直接减少240新元，一年下来就是2880块的现款没了。这笔钱去哪了？进了公积金。在房贷阻击战里，新加坡祖屋优惠房贷利率是 2.6%，OA 进账变多，意味着 Sarah 几乎可以用全额公积金去覆盖房贷，不需要额外掏现金，这极大地缓解了每月的供楼压力。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隐藏的亏损，那就是机会成本。30到45岁正是个人投资的黄金期，如果你是懂投资的中产，原本拿着200多块的现金去定投美股或者标普500指数基金，年化收益大概率能拿到6%到8%。现在这笔钱被锁在公积金里，拿2.5%的低保利息。所以阿明的判断是，这一波大改对不善理财的普通老百姓是赚，因为他强行储蓄对抗了高房贷，但对激进投资型的中产绝对是亏，你的资金流动性和超额收益空间被阉割了。而当你跨过45岁，你要面对的就不只是流动性问题，而是一场极其紧迫的卡位战。到了45到55岁，身体开始亮红灯，孩子快上大学，父母需要赡养。同时，距离55岁这个公积金大洗牌的终极关卡不到10年。来看50岁的中层管理陈哥，月薪9000。2026年，保健储蓄账户 BHS 的上限调高到了79000新元。医疗保障变厚了，但陈哥真正的危机在文章外的深水区。别忘了政府之前的大动作，55岁一到，特别账户 SA 直接关闭，里面的钱自动转入退休账户 RA， 多余的打回 OA。 这意味着什么？以前靠把钱存在 SE 稳拿4%无风险利息的终身套利流彻底绝迹了。
陈哥，现在的局面是一场抢时间的卡位战，趁着现在还有几年，他必须利用每年的税收减免额度，也就是现金填补最高8000新元，把手里的现金往 MediSave 或者父母的退休账户里砸，去提前锁定那4%的利息。如果现在不规划，等55岁一到，手里的多余资金只能躺在 OA 里拿2.5%，或者逼着你一把年纪进场去买高风险理财。陈哥的账本很清晰，现金流变紧是肯定的，但如果抓不紧这最后几年的黄金期做理财转型，55岁之后的财富增长会瞬间失速。那么55岁之后的人又该怎么面对7月1日的延迟退休呢？很多老一辈新加坡人看到7月1日法定退休年龄延到64岁，第一反应是非常愤怒，觉得政府是不是不想让我退休，想扣着我的钱不发？这里阿明必须敲黑板，帮你澄清一个巨大的认知误区：法定退休年龄延到64岁，绝对不等于你领公积金退休金的时间被推迟了，领钱的法定年龄依然是65岁，这点雷打不动。我们看58岁的洪叔，月薪4500，因为公积金缴交率提高，他个人多扣了1%的现金，雇主多给0.5%。结果是洪叔每个月有更多的钱进了 2A 账户。如果洪叔再转入 2A 的钱能冲到全新的提高退休金 ERS， 也就是440800新元，到65岁时，根据最新精算，他每个月可以领到3180到3410新元的支票，直到终身。如果他撑到70岁才开始领，甚至能冲到每月4500新元以上。政府为什么要强行让你多干1年？底层逻辑很残酷，新加坡人的平均寿命太长了，而通胀又太厉害，现在小贩中心一盘鸡饭都要5块钱了。如果不让你在63到64岁这1年继续享受有薪水加雇主帮忙交公积金的红利，你65岁出来领的钱根本对冲不了未来的物价。拆解完4个年龄段，我们不能只算个人账，得看国家大盘。新加坡为什么在这1-2年把调高薪资上限、关闭55岁 SA、提高高龄缴交率、延迟退休这些措施集中推出？核心原因只有一个：人口结构挑战。新加坡的生育率已经跌破 1.0， 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未来劳动人口增长放缓，能够支撑社会保障体系的人数也会减少。政府必须进一步强化个人养老储备机制，让更多人依靠自己年轻时的积累来保障退休生活。这就是公积金政策不断调整背后的核心逻辑。看透了这一点，你就能更容易理解新加坡不同群体面对政策时的感受。对于高净值群体来说，公积金在整体资产配置中的占比相对有限。SA 关闭后，他们依然拥有更多元化的投资渠道，例如海外资产配置和财富管理工具，因此政策调整对他们的影响相对较小。对于收入较低或较脆弱的群体，政府则提供了各种补贴和支持措施，例如扩展至残障人士的配对填补计划，以及各类补助和花红安排，整体保障体系相对完善。相较之下，感受最明显的往往是月收入7000到9000新元左右的中产阶层。随着8000新元薪资顶线逐步落实，他们的部分现金流被转入公积金账户，而日常生活、住房和家庭开支又相对较高，同时能够享受的定向补贴也较为有限。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轮调整更像是在帮助中产群体提前为未来更长寿的人生和潜在的通胀风险积累保障。总结一下，新加坡的公积金从来不是为了让你发财而设计的，它更像是这个国家应对通胀和长寿风险的一道安全防线。7月1日大改之后，短期来看，一部分高薪族和年长员工的现金流空间确实变小了，但从长期来看，这些被提前锁定下来的储蓄，也是在为未来的退休生活增加确定性。问题来了，这笔账对你来说到底划不划算？各位新加坡的街坊，你现在正处于哪一个年龄段？1月1日的8000新元薪资顶线，以及7月1日的64岁法定退休年龄调整，有没有改变你的买房计划、财富规划或者退休安排？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一起看看不同年龄层的新加坡人
对这轮 CPF 改革到底有什么感受？别忘了点赞、订阅。我是阿明，我们下期政策拆解再见。